你脱离世纪帝国多久了呢？心中的高手还是真正成白日梦吗？接下来带你看看现在最顶尖的高手有哪些。当然，除了前3名比较没有争议外，其他的排名都是很浮动，也是很主观的。你也可以说说你心目中的高手。排名是以单挑、团战与各种地图的综合排名。像如果今天只比阿拉伯单挑，擅长单挑的大屌哥可能就排第3名。但今天的排名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。第10名 Tin 中国人，1985年次老人玩家。2012前后与 Viper 竞争当时的世界第一落败，在2013年又崛起前的中国第一。早期个性比较骄傲臭屁，因此与 Viper 有点过节，但现在已经和好。打法偏向超级维加与龟经济，现在其实也非常猛，团战更是突出，非常会打阿拉伯以外的地图，尤其是有海的，是少数擅长海战的中国玩家。近期有老来俏的感觉，在2018年10月21日的比赛中，甚至爆冷门直落击败第一种子 Larry。第9名 Dot 塞尔维亚人，1986年次老人玩家，出道的非常早，几乎与真正成同期。2003年以来各大比赛的常胜军，2007年来开始称霸世纪圈，直到2012年 Viper 的崛起。现在虽然老了，但经济军事人士高水准，经验丰富，意识流玩家，擅长打各种打法与地图。虽然算是老人玩家，但要打赢他仍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出道早，人也很幽默，所以粉丝一大堆呢。第8名 The Max 芬兰人，1999年次，世纪帝国界公认最强的团战玩家，多次带领个人实力并不突出的芬兰队杀入冠军赛，风格踏实，完美经济配置，中后期可展现18线操作，后期 1v2 是基本，1v3 是经常，1v4 也不意外，常在大逆风局逆转，单挑也有一定的实力。此外 The Max 也是顶尖的黑森林玩家。第7名 Tato 西班牙人，是最早到 Steam 的超级高手，因此目前 Steam AOE 他最高分高到2800分，擅长随机地图与海战，微操相当好，对各文明的特性相当了解，高经济高手，据说把一张超级随机的所有地形全部记了下来。第6名 MBL 挪威人，1994年次，开局弄人高手，偷动物为资源，卡村民从不手软，单挑顶尖玩家，团战稍弱，打法偏防守，偷经济，中后期爆发，后期以强大经济力压死对手。前女友是政大交换学生，曾经来过台湾。第5名 Vivi 俗称肥龙大屌哥，1994年次，2016年崛起的中国玩家，热衷于爬分，2017年至今长期占据单挑积分第1名的位置，单挑也确实相当猛，微操控兵都是顶尖，装甲塔战术让他战无不胜。黑暗道封建的资源调配世界第一，控制再忙都不会断村民，评语为前期天才、中期人才、后期废材。团战也比较坑爹，算是目前团战与单挑落差较大的顶尖高手。第4名 Nikov 阿根廷玩家，1992年次，团战单挑皆为最顶级玩家，打法相当极限，资源都压得非常低，常常在城堡时代就带走对手。2016年单挑崛起，长期霸据单挑积分第1名位置。其装甲塔之凶让人闻风丧胆，当时人在巅峰的又被他打爆好几次，一度被认为是 Viper 的接班人，但比赛时心态容易炸裂，进而影响比赛成绩。其游牧地图也相当的猛。第3名 Yo 中国人，1992年次，团战与单挑积分皆高居榜上，观念型玩家，比起一般高手，他的手速并不突出，但风格相当沉稳，即使大劣势下也不急不慌，能够冷静分析战局，擅长大后期战争，后期多线作战能力相当惊人，多次在大家觉得稳输的情况下上演大逆转。曾经在台湾留学，当过交换学生，并称在台湾的网络顺得不得了。第2名 Larry 奥地利少年，相当年轻，2002年出生，9岁开始玩世纪帝国的天才型玩家，俗称天才少年。2016年还默默无名，甚至被圈内高手误会是捷克人。2017年底崛起，控兵令人叹为观止，有让人觉得恶心的手术，连续练了好几位高手，更是用控兵把 Dot 耍得团团转，擅长利用其神乎其技的控兵，弱打强，少打多，低打高，吸引无数粉丝的目光。单挑团战皆为顶级，军事和经济更是达到完美的平衡，纯陆战阿拉伯能打赢他的玩家屈指可数。2017年底与 Viper 打沙漠之王冠军赛，先是连续输了3场后，再连续赢3场，让平常打法相当豪放的 Viper 打得极为保守，最后赛末点输给了对方的完美地图，吓得 Viper 一身冷汗，因为太年轻了，经验还不足，未来几年可能会挑战 Viper 不可撼动的位置。
第一名 Viper 挪威人，1991年出生，C 帝国职业玩家，2016年以来公认最强的玩家，毫无异议。前后打败前王者 Dot 与前中国第一 Team， 至今称霸 C 帝国界无人能撼动。微操、大局观、单挑、团战都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准，能适应任何地图、任何打法，认真参加比赛几乎都能拿冠军。为人风趣幽默。2016年来中国参加比赛，因为水土不服住院，在中国调养了半个月才回国。当然还有许多漏网之鱼，像是 Slane 啊、Heart 啊、Fire 等等。想看更多的高手介绍，请上 AOE.TW， 这里收录了36位世界顶尖高手的介绍。那你会问，真正城现在有多强呢？我发现很多观众对我们神兽级的真正城很有兴趣。下一期我们就要讲讲真正城当时到底有多强，我们的政府真的亏待了他吗？